GoGo 就像是那个你曾经深爱的前任，以前会觉得长得好看，带回去有面子，还会跟你画大饼说未来多美好，两个都是台湾的未来。但是相处久了，你才会发现他情绪很不稳定。前面10几公尺就断电。第二代也有类似问题，但怪的是提过侧柱重启又可以骑，不仅难搞，还很花钱。将近50项，维修报价10.9万多元，让车主很傻眼。30几项全部加总，要价7.5240元，逼近一台新车8.3万。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永远不会挺你。因为我昨天有录音，然后我刚刚就去听了录音，我很确定你不是这样说的。然后我今天早上我就问我们厂长，所以你这一台塑料可以到底？所以今天和昨天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吗？哎，你说什么？所以今天和昨天的说法明确是不一样的吗？这么说好了，没有，这个是我口误的部分，我个人口误。那目前就是那时候我提出说，向你们主管申请或是询问其他问题，为什么不能早点处理呢？早点处理，对啊，当时你是有和你的主管申请，就是你所谓的厂长。OK， 我懂你的意思了。那这是我个人的疏失，好不好？这个是我个人的疏失，就怪我就好了 ，OK 吗？那谁要负责任？上一部影片我曾经是个帮他说话的傻瓜啊，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被这么多人骂，而且还骂得这么难听过。但现在呢，看这个被视为台湾之光的品牌变成过街老鼠，我们得来聊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在开始之前，要感谢今天的干爹 Surfshark VPN， 它就像是网络世界的任意门，大家可以跳到日本看当地的动漫。或是跳到美国追剧，甚至是换区买机票，省下大笔的旅游费。除了好玩好用，自然更是重要。Surfshark 就像是全家人的数位保全，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自然意识，但是你的家人呢？像是我妈就很常误点奇怪的钓鱼广告，这时候啊 ，Surfshark Antivirus 就能保护你的装置。最新的功能 ，email 诈骗检测器，只要安装好扩充程式啊，就可以用 AI 抓住可疑的信件，再也没有被避的病毒或是恶意软体打断你当下的行程。而且 Surfshark 完全不限制装置数量，一个账号就能保护你全家人的手机、电脑、平板，一人付费，全家安心啊！现在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surfshark.com/prism 或使用优惠码 PRSM Prism 就能额外获得4个月的服务期。再次感谢今天干爹 Surfshark VPN。时间回到2018年11月1日，美国 CES 原本正盛大举行中，各路科技爱好者、媒体、品牌大厂都共襄盛举，但非常戏剧化的，主场馆盛举后突然大停电，而黑暗中唯一盏灯是来自台湾的 GoGo， 还有它的换电站。2015年 ，GoGo 在 CES 亮相，他们向全球发表了智慧电动车这个概念，最高时速达100公里。那这2颗专用电池可以跟智慧型手机联动，远端遥控开启啊，了解机车的电力状况，还有寻找换电站。GoGo 外形时尚简约，在当时可是很有未来感的啊。陆学生想要把机车当做 iPhone 来做，折性极好，设计毋庸置疑是顶尖的。那虽然陆学生出身 HTC 和 Microsoft， 但他灵魂深处想要当贾伯斯啊。GoGo 选择全部自己来做，首先造车不是传统的车厂，而是全部自己来，一体化机身、手机 App。能源系统当然也不是中油，是完全封闭的自制换电系统，并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庞大的电池网络野心啊。销售的时候更是令人印象深刻。GoGo 不是透过传统的机车经销模式，而是到处都是 GoGo 的店啊，行销上也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科技导入的作者周清华分析，这是少数的全端模式，就是全部自己来。在软体业界，这都是生态，但机车是很重的硬体啊。换电站更是非常需要资本的产业 ，GoGo 可以说是疯了哈，但是它其实也没得选。机车在台湾也是个超级稳定的产业了，从设计制造啊到你家旁边的维修行，分工已经超级完善了。现有的厂商利益结构很稳定，但同时包袱严重。如果他们要转到电呢，好像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样。但是在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下，其实没有动机投入去做，那你更别提这样投入花很多的钱，而且还会影响自己油车的销量。那因为没有人愿意陪 GoGo 玩，他只能一个人对抗世界啊，所以 GoGo 全部选择自己来做。你可以说陆学生的贾伯斯情节让整个产品很完整，但结果我们都知道 ，GoGo 变成一个封闭的怪物，造车自己来，但特规零件的维修费用庞大，尤其是1代还是铝合金的，虽然强度很好，重量很轻，但同时维修价格也非常的高昂。那能源系统也经过换电站不足，还有电池断电门的事件后，你可以发现换电系统维护起来是很困难啦。维修售后当然有出状况，遇到了量能不足的问题。造成了一大堆车主预约需要等超久才能报到车，到现在大家已经比起我第一支影片的时候更恨 GoGo 了，而股价也再创新低啊。GoGo 是台湾第2家独角兽，玉凡也不知道，独角兽就是10年内估值突破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但是现在的估值是4200万美元，这相比2022年上市的23.5亿美元相比啊，市值蒸发了98%以上。现在的市值甚至比他当初募的资金还要少，已经属于跌破净值的状态了。
你不会好奇吗？当时的股价到底是怎么搞那么高的？这就要说到 Gogoro 傲慢的诅咒。为了追求国际化与规模 ，Gogoro 选择在美国上市 ，SPAC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上市。SPAC 模式允许企业在上市前夸大未来的成长预测，不需要像传统 IPO 那样子接受严格的历史业绩审查。Gogoro 当时为了支撑高估值，向投资人描绘了一幅全球扩张的宏大蓝图。哎呀 ，Gogoro 才不是一间卖机车的公司而是一家分布式能源网络公司。这个说法可以让 Gogoro 在纳斯达克获得高科技股的估值倍数，而不是传统制造业的低倍数。Gogoro 的核心叙事就是将台湾的模式复制到印度、中国、印尼、菲律宾等人口稠密的亚洲市场。然而，截至今天，那些曾经许诺的超级项目，多数已经陷入停摆、缩水或彻底破局的困境。回到 Gogoro 上市前后，要支撑起23亿美元的独角兽市值，光靠台湾这座小岛是不够的。Gogoro 必须拿下全世界最大的电动车竞技场——中国。2021年 ，Gogoro 宣布和雅迪和大长江集团合作，成立合资公司换。但是不像是台湾，中国的换电市场已经是一片红海了。中国铁塔已经具有垄断性的基础建设优势，很快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换电网路，主要服务于外送员。那相比之下 ，Gogoro 的换网路在站点密度上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在试点城市用户经常抱怨换电站分布稀疏这直接导致了网络效应的失效。Gogoro 其实是某种共享经济，你没有足够的站点就卖不出车，你卖不出车就无法建立支撑站点的投资嘛，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死结。那到现在我甚至找不到该怎么买到换的车了。在中国 ，Gogoro 输给了地头蛇。那如果去一个还没有霸主，但机车数量跟台湾一样夸张的地方呢？ Gogoro 在印尼不跟地头蛇打架，而直接找当地最大的轿车巨头 Gojek 合作。好，我提供最好的车，你提供最强大的车队，这样强强联手总该成功了吧？印尼有非常大的机车市场，也因此雅加达的空污很严重所以电动化的转型变成迫切的需求。当时 Gogoro 宣布和印尼科技巨头 GoTo 集团合作，计划是利用 Gojek 庞大的计程车车队，快速形成规模效应。这是一个好策略，快速拉高一边的需求，另一边的供给也会跟着起来嘛。鸡生蛋，蛋生鸡呀。 Gogoro 的傲慢在于坚持自己的封闭生态，想要掌握数据和规格。Gojek 到现在也没有如期的全面采用 Gogoro 方案，而是转向一个更谨慎、更开放的策略。你可以想象Gojek 司机的收入结构极其脆弱，对成本也很敏感。司机通常用的是廉价的机车，像是 Honda 的 Beat 或者 Yamaha 的 Mio， 他们的维护成本低廉。如果要转向 Gogoro， 代表司机要承担更高的车辆租赁费，还有电池订阅费。对，别忘了 Gogoro 的电池是绑死的他们想要的是兼顾廉价且维护简单的工具，而不是配备高性能马达和复杂感测器的精品。那你也可以想象 ，Gogoro 电池订阅模式在那边接受度会有多低。台湾人的高人均所得也是 Gogoro 在台湾行得通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印尼 ，Gogoro 基本上就是自杀。当地媒体也逐渐披露他们并没有将赌注全部压在 Gogoro 身上，反而开始测试多种车型和换电技术。 试图想要寻找低成本的解决方式，不绑定单一的硬体供应商，而是建立一个开放的生态系。像是 Honda 已经在印尼推出他们自己的换电方案了。好，印尼的失败证明一件事：基层机车骑士没有这么好养Gogoro 这套精品商业模式在讲求 CP 值的开发中国家根本跑不动。那 Gogoro 认输了吗？并没有，他们想出了一个更狂的解法。既然使用者付不起，那我就找更有钱的人来付。Gogoro 把希望寄托在全世界最大的二轮市场上——印度。 然后他们开始挥舞一张高达25亿美元的超大支票。Gogoro 描绘了一幅在印度有数万个换电站、卖了数百万辆电动机车的愿景。当时的新闻稿表示 ，Gogoro 与 BioRise 以及马哈斯特拉邦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是要在8年内投资25亿美元。这样建设被称为 Ultra Mega Project， 是全球最大的电池技术交换设施。然而，这样合作在2024年宣告破局 ，BioRise 退出合资企业。 Gogoro 的商业模式要求前期投入巨大的资金建立基础换电站网络，而这个换电站非常的贵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带动机车的销售量。对于 BioRise 而言，它是一家传统的汽车零组件供应商，要它承担数十亿美元的基础建设风险，但是却缺乏对车辆销售端的控制权。这就像是想要让印度的合作伙伴出钱盖房子，但是房子盖好了，钥匙却还在 Gogoro 手上，这样两方在资本投入的比例和风险分担上产生分歧，最终导致了合资关系的破裂。 印度不是没有想要往新能源的方向走，印度电力部和标准局也有积极推动电力标准。当地报道指出新的电池交换指南旨在为 Sun Mobility
Battery Smart 等公司提供清晰的规范。他们想要的是像 Type-C 一样的公版电池，而不是被一家公司绑定的特规品。政府的政策导向是建立一个互通的生态系，允许不同的品牌和车辆使用同样的电池和换电站。这跟 Gogoro 依赖专利保护封闭的商业模式背道而驰。这是一个死局啊！如果 Gogoro 坚持使用它的专用规格，会被国家边缘化；但如果 Gogoro 开放自己的技术，那它引以为傲的护城河就会瞬间被填平。到现在Gogoro 已经从全邦覆盖的愿景变成只有一些试点，而且这些本土的竞争对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像是 Battery Smart 凭借轻资产兼容多车型的开放模式，已经在印度多个城市部署了数千个换电节点。Gogoro 的封闭生态，在这些灵活、低成本的本土玩家面前，就是笨重而且缺乏竞争力的。如果说印度的失败是一场硬碰硬的商业战争，那么菲律宾的故事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关秀。Gogoro 进入菲律宾市场，采取了与当地财阀 Ayala 集团结盟的高端路线，在马尼拉的高级商圈设立了体验店，想要复制台湾的潮牌路线。但菲律宾的交通现况和台湾完全不一样马尼拉的交通拥堵和混乱程度极高。大众市场的主力还是廉价的弯梁车和改装3轮车，而 Gogoro 的定价策略在当地根本是象牙塔里的玩具，而不是真的要解决大众通勤问题的工具。更好笑的是菲律宾总统有签署一个行政命令，第12号行政命令，他给了纯电汽车零关税的优惠，但是这项命令竟然是将2轮电动车排除在外了。Gogoro 的菲律宾执行长在受访的时候就说这个政策漏洞导致 Gogoro 在进口车辆的时候需要缴交高达30%的关税，这直接摧毁了 Gogoro 的定价竞争力。Gogoro 在菲律宾售价几乎是同级燃油车的2倍以上Ayala 集团引进 Gogoro 好像就不是为了大规模的商业获利，而是作为一种企业 ESG 形象的展示就是绿人环保那种感觉。这种只能待在橱窗里的产品注定了 Gogoro 无法在菲律宾实现规模化的普及，那更不用说想要改变当地的交通生态。即便海外市场兵败如山倒，股价岌岌可危， Gogoro 还是有办法让投资人买单。为什么？因为杜学生早就已经准备好另一个更宏大、更科幻的故事。你以为 Gogoro 会回过头来把车做好，把维修搞好吗？怎么可能Gogoro 不只是卖机车的，是一家能源公司在 Gogoro 理想的商业模型里面Gogoro 电池应该具备全生命周期的多重收益流。Best 电池级服务，不仅你的车用它的电，整个城市运作都要靠它的电池。在这个完美的剧本里面一颗电池的一生应该是这样的：青壮年期的电池作为动力能源，服务于机车骑士收取月租费，这是现金流的核心就是我这个盘子贡献的。那现实是断电，后面到满电的电池，还有越来越短的续航力。当最基本这一块都顾不好的时候 ，Gogoro 却急着帮电池找下一份工作。Gogoro 说，电池要去点亮城市，路边的停车柱、红绿灯的备用电源，听起来多么美好，物尽其用那我们来看看吧。在2021年底、2022年初 ，Gogoro 宣布与茂名科技合作，在新北失败了约500根的智慧停车柱。Gogoro 的想法是传统路边停车柱需要依赖人工收费开单效率低而且成本高。那如果你要设置固定的智慧停车柱的话，你通常需要挖路面买电力线你这个工程浩大，而且申请路权和施工周期长嘛。那么 Gogoro 就利用 Gogoro 电池作为能源，实现随插即用不需要接市电，直接用 Gogoro 电池供电，不仅安装快速还能随时迁移。那在新闻稿里面很有野心说要在全台布建超过6000个的智慧停车柱，但是我看一下时间，2年，很明显是跳票了，之后完全没有消息和新闻稿。2022年Gogoro 宣布和远传合作，在台北市建置了交通号志不断电系统，也就是 UPS 好巧台湾能源这次有很大的问题，断电好几次也导致交通瘫痪。这个系统的功能是当事件中断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切到电池的供电，大概可以维持大概4个小时左右。那不管是台风地震后面如果能在灾害发生时多撑几个小时的话，那的确是能避免更大的混乱。但是魔鬼藏在细节里，为什么我需要这些电池呢？除了不可抗力的天灾这几年台湾人对停电的焦虑感也是这套系统存在的原因之一。当我们的能源政策摇摆不定，电网脆弱到连小动物都能造成区域性的停电后，那这应用好像就合理很多了。我在想如果台湾的供电足够稳定，电网足够强韧，那这些电池本来应该是路上跑的，而不是站在你家路口。但预算投入一个几年可能才发生1次的停电备援，除了几次停电时能被拿来说嘴，大部分时候这些电池是静静的躺在这边折旧。好啦，如果说这些实体的东西是笑话，那么 VPP 虚拟电厂就是看不见的国王新衣。Gogoro 宣布和一致合作，是想将全台的换电站变成一个巨大的分布式储能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台湾大电池。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台电快撑不住的时候
，Gogoro 一声令下就可以将几千块电站暂停充电。对电网来说啊，压力就更小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啊，24年的花莲大地震期间啊，电网频率骤降 ，Gogoro 网络透过抑制的平台啊，在5秒内暂停了1000个站点的充电，瞬间释出了1100万瓦的电力容量来支持电网稳定。这在公关上很成功啊，但在商业上呢 ，Gogoro 的换电站确实有回补电网的功能，但是翻开财报，这项被吹上天的能源服务在营收里面占比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VPP 模式的商业合理性建议在电池的编译收益大于电池编译损耗成本的前提上面哦。在24年的财报上 ，Gogoro 认列了2230万美元的电池升级相关成本，这直接让全年的毛利率从14%降到了2%多。而且参与 VPP 的电池啊，一个需要进行额外的充放电循环。Gogoro 电池不是储能电池，是贵族电池啊，它高放电倍率、高性能的设计，注定它的成本远高于一般的储能电池。那 Gogoro 1、2代电池已经面临了严重的老化问题，甚至还发生过断电事故，进行大规模的召回。我调查到的数据是啊 ，Gogoro 的电池折旧年限设定是6到12年，这是个很激进的估算哦。一般的锂电池单位只能进行1到2000次的充放电循环。Gogoro 如果为了赚这些小钱，让他们这些昂贵的动力电池在原本的7层循环之外，还要额外承受吐出来冲进去的折磨。我在想的是啊，电池的生命是有限的，每多一次充放电都在加速它的死亡。虚拟电厂跟其他故事一样很性感，智慧城市、停车柱、加入 UPS， 但你说的未来什么时候会来？还是永远都不会来的呢？还有多少人有耐心？梦该醒了，陆学生在24年底离开后，象征了 Gogoro 的神话时代终结，新团队接手这个烂摊子。在25年 ，Gogoro 很辛苦啊。面对纳斯达克下市的警告和股价崩跌 ，Gogoro 开始拆掉神坛，走入凡间。完美的部分啊 ，Gogoro 过去有严重的洁癖，只一定要像 Apple Store， 修车师傅像 Junior Spark 的天才，车子是精品，不能随便改、随便修。但是现在通路大降级，直营店大量收摊了，变成社区店，也开始收敛了花俏的型号，留下了5个标准化的平台，而主力产品还没有以往的骄傲了，改成非常实用性导向的。说实话，我觉得很丑啊！他放弃当台湾的苹果，变成了台湾的 Toyota， 不再追求完美，因为完美不能当饭吃。Gogoro 的傲慢也消失了。过去 Gogoro 的目光很高，觉得自己是世界级的品牌，要征服印尼啊、印度啊、中国的消费者心智。Gogoro 是能源平台啊，是生活风格，是要让每个消费者都爱上的东西。结果呢，印度25亿美元跳票，印尼独占梦碎。中国换销声匿迹，它只是证明了没有国家愿为它的生活风格买单。最后，过去吹嘘的那些 VPP 啊，不停在讲华尔街喜欢听的故事，要把自己包装成下一代的能源公司，用高科技的故事去支撑股价。梦该醒了，回到本业了，要怎么样让这颗电池赚钱？这是之前的零月费之乱啊，虽然行销手法很拙劣，但背后反映的是 Gogoro 对现金流的焦虑。他们发现啊，如果不玩花招，光靠能源的梦想，根本养不起这些昂贵的电池。但是我还是不懂，被全网炒9000元的设立费真的值得吗？他们之前台湾人还不够讨厌 Gogoro 吗？这到底什么白痴行销啊？Gogoro 就是那个曾经想要跟你画大饼、改变世界、亲热、自视甚高的渣男，现在少了光环，没了梦想，Gogoro变得有一点狼狈啊，非常的无趣。想要改变世界吗？先改变你自己吧。